姓啊，做点事啊，就这样的。那实际上画这个画，大家知道一个什么意图？其实也是歌颂我们这个时候很好，哎，皇帝呢还愿意为我们做点事。你看《千里江山图》，你仔细看，他尽管是千里那么大个场面，几乎不见有农民在劳动。哎，他都是过的一种田园生活。你等下看他居住的茅舍，都像我们今天，特别我们深圳的人最想向往的那些清水的平台，用竹啊，你们也可以看，1000年前他就给你造了这么一个景。等你做到城市森林的时候，你就向往了田园生活，他1000年前就给你设计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国的画家也是景观和设计师。它里面的很多房子，那你没有一个设计能力，怎么去给它搭建？你看它都很有情调的啊。好，我们看看这个，我刚刚说了分了几段，这个我就底下了。开卷高山入云，我是选了个局部啊，然后呢就进入了一个辽阔的水面相接，人迹稀少，它整个画没有多少人的啊。其实北宋的人是挺多的，这是1到2段的转场，我们看。如果这个画我不打开，就这么一个小亭子，很多人欣赏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有人。但是我给它放大，你看有个白色的，就像个仙人在里边，哎，一个人在里边了，还有一个亭子。你看今天来看这个景观的亭子也不差，用木桩打的，是不是啊？这你没有一定的设计能力，你是设计不出来这个亭子。还有一个斜坡上去，是不是啊？不放大，所以陈丹青说了，如你不读局部的细节，你不要妄加评论。你越看细节，你就越对这个画它的魅力，你就会体会到。好，这里有一个跨江大桥，我们看这个大桥建的是不是很有设计感？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转场，就是第1段跟第2段，我们说分了6段，怎么转场？人物画的转场是用屏风，山水画的转场它是用桥，也可以用云烟，也可以用树。这个转场就是个跨江大桥，这个是第2段转到第3段。好，这个时候我就要插一下，刚刚我说了王希孟有没有这个人呢？据专家考证，我毕竟是画画的，我这个讲专家就是史论，专门研究历史的或者研究美术史的专家，我是借用故宫博物院，我们因为这个画藏在故宫嘛，故宫博物院书画组的主任，他是整天能看的画，他一定是研究比我们这深，所有的细节他都可以看原作。他推算王希孟可能是福建人，他的游历到哪里呢？他当年我简单介绍他的背景啊，因为有人说没有王希孟，那个叫余辉先生，他就说有，他在福建，因为从刚才第1段我可能，他是说在第1段里边有一个山里面呢有些洞的那个地貌跟福建仙游的地貌有些对应，然后呢大部分的景除了第1段以后，过了那个桥就全是江西的景了，它可以对应上，等会我跟大家再讲。所以呢，他就推断王希孟并不是坐在家里面杜撰出一个千里江山图，而是他当时要去京城的，当时汴京开封去考试，就考我们的画院，就像我们今天要考8大美术院，我是广州美院的，那很多学生都从各地考过来，当时他就去京城考翰林的画院，很遗憾，都说天才王希孟。又说是宋徽宗唯一的学生，所以有些网上又不断的拔高了有点。其实王希孟是在参加考试时候，考到了选图，是考上了，就考成了美院的学生，学了以后要找工作又要考，但是他没有考上专职的画家，所以我们说他是很聪明，但是不是绝顶聪明的那种，他就没考上。那考到什么呢？等一下我讲，考到了一个文书库。做一个管账的，管这些东西的，那就是成了一个机关的辅助人员，根本不说是专业画家。但是这就是他励志地方，他就要画出个名画。到时候再慢慢讲啊，我先插一段，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牵涉到讲江西的景，但是他有些东西呢，因为国画讲，他有时候画的时候还是把时空打破了，因为他画的是星象的东西。并不是江西这个桥，据余辉先生考证，他说
当年宋代苏州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桥，这个桥而且有3层。我们看一个细节，看这个细节，第1层底下它是当时的鸡鸭猪交换的集贸市场，包括卖菜的在底下。2层是走人的，3层是达官贵人，有点小钱可能交一点上去，可以赏江山之美的，它还是有等级的，所以它还是很注重你那些。你看我们现在少数民族地方的风雨桥都有在那里面做一些交易的。你看我们以前的桥都有，以前乡村乡镇的桥里面都是搞这些交易的，农贸市场都是基础的，从古时候就有传。但是你看，我们看900多年前的那个景象，有时候比我们现在那个城管要管理的那个怎么管都没有这种情况，他没有城管。